僅僅因為兒子不想上學，媽媽就狠心把他送進精神病院，強行關了7個月，讓他在裡面每天遭受不下10次的暴力毆打。即使兒子多次撥打電話向媽媽求救，換來的也只有媽媽冷漠的嘲諷和羞辱。出院後，男孩的精神狀態徹底崩潰，但媽媽對此不僅毫無悔意，為了維護他那所謂的顏面，她竟要求生病的兒子必須在人前扮演正常人。明明是媽媽長期的語言暴力和病態控制欲導致兒子精神崩潰，她卻還在外人面前裝出一副被孩子虐待的受害者形象。在上期節目結束前，媽媽還信誓旦旦地向吳博士承諾，回去後一定會全力幫助兒子走出困境。可到家沒多久，她那病態的控制欲便再次顯露無遺。這天，媽媽叫醒兒子，希望他能起來陪自己去超市購物。這對一個已經窩在家裡4年都沒出過門的社交恐懼症患者來說，實在是太難做到了。不管媽媽如何念叨，兒子始終裝睡不理睬。最終在媽媽無休止的唠叨下，男孩勉強答應媽媽2小時後出門。當男孩真的穿好衣服準備出門時，所有人都為他的這個轉變感到欣慰。可轉眼間氣氛又突然變得緊張起來。산책만 하고 오는 거지. 아니 마트에서 뭐 산다니까? 차 타는 건 나 안 갈래. 对于兒子想要散步的請求，媽媽二話不說直接拒絕，甚至態度強勢的警告兒子，如果今天不陪他去超市，今年就別想收到新年禮物。在用威脅的眼神瞪了媽媽一眼後，男孩毫不猶豫地開門回家，重新躲進被窩尋求安全感。媽媽追進房間後，終於妥協同意去散步。可此時男孩已經拒絕任何溝通，氣急敗壞的媽媽也是乾脆破罐子破摔，選擇放棄。最近換了新手機，看視頻都更流暢清晰了。大家換新後舊的都怎麼處理？我發現轉轉最近配合國補發放了大額回收補貼，我那台 iPhone 14叫轉轉上門回收，還賣了1900多。現在轉轉回收品類很多，像數碼產品、家用電器，還有黃金和奢侈品，轉轉都能回收。總之，二手回收我推薦轉轉。明明對於社交恐懼症患者來說，踏出家門需要巨大的勇氣，可媽媽卻對兒子的改變視而不見，固執地認為只有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做事才能算進步。結果就是兒子好不容易邁出的一小步，就這樣被媽媽活生生的扼殺了。晚上，全家人按照吳博士的要求觀看兒子的童年影像。起初男孩表現得無動於衷，直到畫面切換到與媽媽玩耍的畫面時，那些美好的回憶突然湧上心頭。男孩不自覺地像兒時那樣靠向媽媽，但媽媽卻完全沒有注意到孩子的情緒變化。她再次不合時宜地提起兒子這些年對她和丈夫的暴力行為。明明上期節目吳博士曾不止一次地告誡她，這些話題會嚴重傷害孩子脆弱的內心，但早已上頭的媽媽此時早已將吳博士的那些告誡忘在腦後，再次喋喋不休的瘋狂翻舊賬，墨跡個沒完沒了。男孩剛有所緩和的心情被媽媽弄得再次壓抑，他又像之前那樣用輕柔且恐怖的聲音向媽媽認錯，可媽媽的指責並沒有因此停止，她繼續說着那些刺耳的話。觀察室的嘉賓此時也跟着捏了一把汗，他們清楚，如果媽媽再這樣喋喋不休，兒子的情緒馬上就要爆發了。但這位性格強勢、習慣掌控一切的媽媽怎會理解兒子的痛苦？她只顧着宣洩自己的委屈，反覆強調對兒子的失望，要求他立即改過自新，好讓自己能安心享受生活。所幸這次男孩強忍着情緒沒有發作。就這樣，一場結局本該溫馨美好的童年回憶晚會在媽媽的一系列迷惑行為下再次搞砸。深夜，夫妻倆討論着孩子的情況，爸爸皺着眉頭說兒子的處境並不樂觀，事情的發展方向讓他很擔憂。然而這番話卻意外逗樂了坐在旁邊的妻子。媽媽直言，在她看來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看着丈夫啞口無言的樣子，媽媽又忍不住笑出了聲。爸爸怎麼也想不明白，明明兒子的處境相當困難，為何妻子還能做到如此輕鬆愉快？爸爸嚴肅地表示，妻子這樣的溝通方式已經嚴重傷害了兒子的心。他提到孩子剛被送進精神病院時，就曾給媽媽打去求救電話，苦苦哀求媽媽帶他回家。然而電話那頭傳來的卻是媽媽刺耳的嘲笑聲。媽媽直接無視了兒子向他發來的求救信號。她直言自己好不容易才把兒子送到精神病院，絕不可能輕易讓他回來。她認為必須給兒子一個教訓，讓他以後乖乖聽話，學會服從。爸爸心痛地表示，每天遭受精神病人的暴力毆打，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折磨，更何況是一個本就患有社交恐懼症、極度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兒子在最絕望無助的時候向媽媽求救，沒想到換來的卻是媽媽無情的嘲諷和取笑。帶入孩子的視角來看，這樣的遭遇真的會讓人感到無比的絕望和心碎。眼看自己辛苦制定的計劃即將在媽媽的一系列迷惑行為下徹底搞砸，吳博士不得不親自出馬，及時止損，找了個時間約男孩出來現實碰一碰。這次敏感內向的男孩沒再像之前那樣選擇逃避，而是勇敢地和吳博士見面。也許吳博士真的有着某種魔力，剛一見面，男孩就打開了話匣子，把自己的情況說了個遍。當被吳博士問及對父母的看法時，男孩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他們的反感。他覺得爸爸雖然經常鼓勵他，但那些話太過浮誇，顯得很假，而媽媽則更讓他感到心寒，從來不懂得尊重他的想法。他說現在根本不想和媽媽有任何交流，因為他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會被媽媽否定。就這樣，男孩跟吳博士聊了將近5個小時，最後吳博士鼓勵男孩放下心中的重擔，積極開始新的生活。到家後，男孩就開始對着鏡子整理自己的形象，還主動去洗了個澡，換了身新衣服。這一轉變意味着他終於開始學會愛自己，展現了想要重新開始的決心。演播室的嘉賓們也由衷地為這個勇敢做出改變的孩子感到欣慰。果然心態變了，整個人看上去都會不一樣。男孩現在看起來溫和了許多。在後續採訪中，男孩再次袒露了心聲。當問他家裡什麼會讓他感到疲憊的時候， 이해해주는 사람이 없어서요. 저는 혼자예요. 엄마가 미웠어요. 제가 말해줬었으면 했던 게 컸던 것 같아요. 엄마한테 칭찬받고 싶어요. 진심이 담긴
내가 잘해서 받는 칭찬이에요. 그러면 제가 잘하고 있다는 증거니까 좋을 것 같아요. 다시 원래대로 돌아가고 싶어가지고 나갈 거예요. 엄마 아빠랑요. 他渴望的仅仅是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然而这么多年，他从未在妈妈那里得到过肯定。随后，吴博士再次为一家人制定了升级版的解决方案。在吴博士看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男孩拥有自主权。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讓他體驗成功的喜悅，也要經歷挫折的磨礪。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他的內心變得更加的堅韌。到家後，媽媽就陪着兒子一起做運動，在一旁給予他肯定和鼓勵。從兒子的表情能夠看出母子間的關係正在迅速升溫。接着，全家人嘗試了爬樓梯訓練。這一次，爸媽始終堅定地守護在孩子身後，每上一層，媽媽都會由衷地表揚。他們告訴兒子，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會是他最堅實的後盾。雖然成功的道路總是布滿荊棘，但爸爸那雙托舉的雙手總會引領兒子一步步向上攀登，走向勝利。最後，全家再次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共同分享兒子成功的喜悅。為了維持父子間這份來之不易的親密關係，晚上到家後，爸爸開始教兒子刮鬍子。看着孩子笨拙的手法，爸爸忍不住笑出聲來。他耐心地示範正確步驟，隨後男孩也有樣學樣地按照爸爸的方式操作。沖洗後，嘴角確實乾淨了許多。隨後，爸爸也是毫不吝嗇對兒子的讚美，稱讚他學得很快。得到爸爸誇獎的男孩按捺不住開心，嘴角不受控制地上揚。為了減緩兒子的社會焦慮症，媽媽這邊也在做着努力。她走遍大街小巷，收集生活聲音，希望兒子能夠通過反覆聆聽日常生活中的聲音，減緩他的焦慮，重燃對外界事物的希望。這個獨特的方法果然奏效。當之前那些熟悉的聲音再次縈繞在耳邊時，男孩立馬準確辨認出聲音的來源。當聽到夜市烤魚餅發出的誘人滋滋聲時，男孩激動地告訴媽媽，自己好像已經聞到了魚餅焦香撲鼻的香氣，甚至開始期待能親自去品嘗美味。新的一天，在媽媽的陪伴下，男孩來到了一家理髮店，在門口徘徊好久後，才終於下定決心走了進去。他雖有些膽怯，但還是勇敢地告訴了理髮師自己想要的髮型。伴隨着理髮師的手起刀落，媽媽的臉上也終於露出了久違的笑容。男孩好像換了個人一樣，瞬間變得精神了許多。最後，男孩以嶄新的形象拍攝了新的入學證件照，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他一定會開心積極地迎接屬於他的校園生。從媽媽後續的反饋視頻來看，男孩真的有在認真學習，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衷心祝願這家人能夠越來越好。